朋友们，欢迎回来！最近 AI 圈子里面又发生了一堆大事，感觉每一天都是在见证历史。但我知道大家的时间宝贵，不想听废话，那我们直接开干，看看这次 AI 界又玩出了什么新的花样。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上车。Google 这次直接放出了大招，宣布 Gemini 2.0 Flash 的原生图像生成现在对所有开发者开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不用再羡慕那些顶级的 AI 绘图模型了，自己也能在 Google AI Studio 直接免费玩转 AI 图像。它到底有多强？它并不是基于其他传统的图像模型，而是直接透过 Gemini 自己生成图像，实现多模态图像编辑。我们等一下来实测看看。Gemini 2.0 Flash 有4大核心，第一个是文字转图片结合，你可以用它来讲故事，它会用图片来说明，保持人物和场景的一致性，给它回馈，模型就会重述故事或者改变绘图的风格。第二个是对话式的图像编辑，它协助您透过多轮自然语言对话来编辑图像，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保持上下文，非常适合迭代完美图像或者共同探索不同的想法。第三个是对世界的理解，跟很多其他图像生成模型不同，它利用世界知识和增强推理来创建正确的图像，这使得它非常适合创建逼真的详细图像，有点拗口。简而言之就是说，它比其他图像模型聪明，可以通过推理来生成图片。第四个是文字渲染，大多数图像生成模型都很难精准的渲染长文字序列，通常会导致拼字错误。它与其他的图像模型相比，有更强的渲染能力，非常适合生成广告啊、社交贴文啊、邀请函等等。我们来到 Google AI Studio 试一下，可以看到 Model 模型那里是 Gemini 2.0 Flash 正式版，点开它，选择第二个 Gemini 2.0 Flash 图像生成的测试版，这个是免费的。在 Output Format 这里选图像和文字，然后提示词我输入一条美人鱼趴在海边的岩石上。5秒钟就生成好了，这个速度确实很惊人，图片的实际效果也很不错，除了它的表情有点不友善以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它看起来就比较难搞，不好对付的样子。好，来个进阶的挑战，提示词写尾巴变成金黄色，点击生成。OK， 尾巴真的变成了迷人的金黄色了，角色和场景的一致性都保持得很好。OK， 再来一点更刺激的，既然可以生成图像，那如果让它修改现有的图片呢？我直接上传了一张自己的照片，提示词我试一下用中文，穿上金色的披风，点击 Run 等待生成。OK， 这一次用了18秒，一张全新的我就出现了。AI 又把我变丑了，我的脸好像被人打肿了一样。不过它真的是给我穿上了金色的披风，这是什么魔幻时尚风呢？再来一个提示词，头上戴着一个王冠，拿着一支权杖，点击 Run。OK， 看来 AI 对中文的理解是还可以的，真的帮我戴上了王冠和配上权杖，而且它并不是简单的贴一个物品上去，而是试图让整个图像合理化。我没有告诉它王冠和权杖的颜色，它主动帮我调整了颜色和风格，尽量帮我搭配了一整套，同时还保持了角色和场景的一致性。这在一般 AI 图像生成里面呢是比较少见的，可能大家还不是很理解它真正牛逼的地方，有很多开发者都在测试这项技术。我给你们看一下国外大神的一些成果，比如这位大神就很兴奋，一次性角色一致性已经被 Google 解决了。来看一下他简短的成果介绍，我翻译了一下。One-shot character consistency has finally been solved by Google. I generated this character with a Fluxdev character LoRa. You can try this LoRa here on Glyph, and of course the LoRa is open source. Then I took the image, and I asked Gemini Flash to generate multiple frames for the animation, and it spit out a ton of character consistent outputs. This has been the dream for so long, and it's finally here, and you can't help but be excited. 它让 AI 自动生成连续帧来做一个角色挥动武器的动画，结果看起来真的还不错，角色的风格保持一致。AI 终于不像以前那样自我发挥乱改造了。再比如这位大神上传了这张丧尸图像，告诉 AI
你能让它举起右臂，就像它在问问题一样吗？生成的结果完全符合要求。你能再让它把手举高一点吗？然后 AI 就让丧尸的手举得更高了，角色一致性做得相当不错。像这一张图像里有左右2个角色，告诉 AI 你能把右边的角色去掉吗？ AI 立马就把右边的妖怪给去掉了。当然，去除水印、扩图等等都是可以的。它真正的做到了对话式的图像编辑。这位朋友生成了一张美女全身照，然后上传了一件衣服图片，告诉 AI 让美女穿上这件衣服，结果也是非常的 OK， 衣服、鞋子、手提包一起来也没有问题，角色一致性非常好，模特真的要失业了。它还可以改变场景的角度，比如这个例子，只需要使用文字说明就可以自由更改背景的构图，不用再考虑背景的一致性了，你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创作任何多个不同的角度，这个就更屌了，直接丢给 AI 一整张图，里面是一大堆零碎的2D 建筑元素，让它自动生成一个地牢房间，用来做游戏的素材。这对于场景一致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毕竟很多 AI 生成场景的时候，每一次找的都不一样，根本不能用来做动画。但这次 Google 似乎找到了改善的方法，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这里就不多说了。虽然它还不能完美的取代专业级的 AI 图像编辑工具，但至少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如果 AI 能理解一致性，能处理更复杂的图像制作，那未来的游戏、美术、动画产业可能就会迎来更大的变革。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 AI 生成的竞赛呢，才刚刚开始。我平时很少讲微软的 AI， 因为觉得它的功能更新总是慢别人一拍，而且还没什么亮点。不过这一次我想讲一下 AI 现在不只是来抢你的工作了，还来帮你打游戏。最近 Xbox 直接放出了 Copilot for Gaming， 据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玩家克服游戏里的各种难关。它是一个终极游戏助手，帮助玩家更快地玩游戏，在专家指导下磨练技能，并且享受更多的社交游戏体验。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Xbox 这次在官网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直接来看看它的实测结果。I want to get back into Age of Empires 4. Can you install it? Downloading now. Want a recap of where you left off? Sure. Okay, I've got some wood from a tree. What do I do with that? Craft the oak logs into wooden planks by opening your inventory and placing logs in the crafting area. What's the best way to take out the beast? Want me to pull up a quick strategy guide? Let's do it. 比如这是游戏 Minecraft 又叫我的世界，玩家问我有一些木头，我该怎么做？ AI 回答说，通过打开你的库存，并将原木放置在制作区域，将项目原木制作成木板。AI 协助玩家完成了任务。再来看看这个游戏的表现 ，Age of Empires 又叫世纪帝国或者帝国时代。玩家问 AI， 干掉野兽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AI 说：“要我给你找个快速的策略指南吗？” AI 试图回答消灭野兽的最佳方式，然后丢出一个快速战略指南。更狂的是，这个 AI 甚至能用在手机游戏上，也就是说，以后在手机上玩游戏，还能让 AI 帮忙分析战术，甚至补足你的操作等等。Copilot 能够提供针对特定情况的建议，以帮助玩家克服挑战并提高他们的游戏水平。AI 可以帮你分析状况，让你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甚至提供一些战术建议。这样玩久了，会不会导致玩家变懒呢？最后只剩 AI 在对战。更重要的是，这个 AI 的智商到底有多高？会不会一开始给你一堆战术建议，结果你跟着做了，还是被对面一波推爆？这就有待测试了。目前 Xbox 这项技术确实很酷，特别是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AI 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上手。目前看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顾问，而不是直接帮你打赢的神器。它可以给你建议，帮你理解游戏，但真正的技术还是得靠自己练。当然，未来这个技术如果继续发展 ，AI 真的能变成你的终极神队友，甚至比真人还可靠。最近广告行业又迎来了一波黑科技，有家公司推出了一个叫 Marriage 的新玩意，翻译过来应该叫幻影吧。
号称能生成超高转换率的 AI 广告，还附带栩栩如生的人物，连微表情和肢体语言都精准的模拟。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的人其实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 AI 生成的广告，以后广告商是不是都不用请模特和演员，甚至连摄影棚都可以省了？人类演员直接被 AI 取代，未来是不是连明星都可以用 AI 来造一个？来，我们先看看 Marriage 生成的 AI 广告，我翻译了一下，老实说真的是挺猛的。 AI, friend or foe? Did you notice that I'm AI generated? Stop scrolling and listen up. I tried this viral ring light so you don't have to. I tried this viral ring light so you don't have to. I tried this viral ring light so you don't have to. I tried this viral ring light so you don't have to. Guys, these under-eye patches changed my life. This is about to blow your mind. Stop wasting your money on the wrong supplement. The era of lip syncing is over. 人物的动作非常自然，表情很丰富，甚至还会根据情境来调整微表情和肢体语言，让整个画面更加有说服力。这声音虽然不是最早期的那种机械朗读，但你认真听的话呢，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虽然它模仿了真人的语气，但某些音调还是有点机械味。当然，这有点挑剔，故意找毛病的感觉了。不过 AI 的进化速度我们都知道，或许再过一阵子，这些机械感呢会完全消除，到时候我们还能分清楚哪个是真人，哪个是 AI 吗？这个东西确实很有市场，毕竟广告商们最爱高效率、低成本。请 AI 演员不但不会发薪水，还不会迟到，不会闹脾气，不会要求加钱，甚至还能根据受众需求随时的更改外观、语气和内容。这对商业广告来说简直就是福音。现在 Marriage 这类 AI 广告技术已经这么强了，会不会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新闻主播、网红，甚至是电影明星根本就不是人，而是 AI 呢？这样的世界你会是期待还是害怕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近有家公司 Moon Valley 高调宣布，他们开发出了全球第一款世界级干净 AI 影片模型，叫 Mary。等等，什么叫干净？难道之前的 AI 影片都是不干净的吗？其实他们的意思是，这款 AI 完全用授权数据训练，不像某些 AI 工具动不动就偷素材，产出风格撞脸某些大导演的画面，甚至还有版权争议。换句话说，这是一款不怕告、不会踩线、不会让版权方气到摔杯的 AI 影片模型。想玩的话，需要加入候补的名单。但问题来了，它到底好不好用？做出来的影片够不够强？还是只是个合规但平庸的工具？来，我们看看这款 AI 生成的影片作品。老实说，风景部分确实不错，都有一种电影感，画质也很细腻。马的动作呢，就有一点点不自然，其他的画面还好吧，但也算不上很惊艳。关键就在于它强调的授权数据。之前 AI 影像技术常常被质疑偷学了电影、动画摄影师的作品，导致许多创作者不满，甚至发起了联合诉讼。但 Moon Valley 这次直接表明，我们的 AI 影片是干净的，不怕告。
那干净的代价是什么？因为 AI 是靠学习数据来进步的，当数据库受限时 ，AI 能做到的创意表现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了。这就像让一个画家只参考少数的几本画册来学习画画，而不是整个艺术史，最终的画风可能就会比较保守，缺少了突破。所以 Mary 虽然合规，但它的创意和灵活度真的能比那些野生的 AI 模型更强吗？一方面，我们都希望 AI 能够帮助创作者，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地制作高品质的影片，而不需要烧大笔的预算，请专业的团队。但是另一方面 ，AI 的训练数据来源是否有侵权？怎么在创新和版权之间找到平衡？这是值得思考的。目前来看 ，Mary 算是一种合规 AI 影像的探索，虽然在画面品质上已经有不错的表现，但还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它的灵活度和创意潜力。还是说，最终所有的 AI 技术都会往干净合规的方向走？我们拭目以待了。在影片的结尾，我会分享一段由 AI 制作的短片《丧尸地堡之旅》，制作团队叫 Oh Hey World， 其实是源自于电子书《幸存者不死》的故事分支，内容的设定也很有意思，讲述机器人变成了丧尸，想想他们只是一个做电子书的小团队，用 AI 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短片，人类真的要完蛋了。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记得点赞、订阅，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看的内容了。我们很快再见，拜拜。Oh snap, I can't believe this thing still works. Hey everyone, my name's Yuki, and as most of you know, the Zomborgs have literally taken over the entire city by now, so all those upgraded humans are now freaking zombies. Yeah, it sucks. They can run way faster, see in the dark, jump really freaking high, and bite really hard. So now I'm tucked in here with some other random survivors that managed to survive, and I found this old camera, and I thought it'd be kind of cool to make some, like home movies if we ever get the internet to come back up, because that's what we all used to do, right? Yeah, so let me give you a tour. Here's my room and my hammock. Sorry, it's a little messy, but it is what it is. My pride and joy. I'm still learning how to drive it though. That's my android Tim. He's the best. Oh, he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Stop! Don't do that! Oh, yeah. You don't have to say anything. Oh, yeah. You don't have to. I'm just showing people around. And this is G. He breaks things. And fixes things. Little shit. Get out of here. Behold our weapon room full of weapons. Our lookout point overlooking the beautiful city. This is Zola. What up, he what up? was a doctor. Now he just gardens and... Yeah, so you can eat. You're welcome. Yeah, he's a pretty good cook, too. And the hospital room, just in case we get hurt or sick. Zola's lab for testing things and whatnot. The heart of the bunker. The kitchen, of course. And that's Ollie. She's the unofficial mom of the group. What? I'm not your mom. Kids are disgusting. And do your chores. I'm tired of picking up after you. See? We've been in this bunker for almost a year now and just trying to stay alive and try and find some other survivors out there. Well, I gotta do my chores, but stay tuned next week and be sure to like, comment, and subscribe. I've always wanted to say that. Yeah.